晚上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直播。让我先去发 Twitter， 就是每次开始之前都是要发推。走你！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周末占了个沙发，这个标题好啊，容易吸引直播听众。好，欢迎。然后之前 DeepSeek 是 AI 珍珠港，这次这个有点谋产万金的味道了啊，其实没有了。待会儿跟大家讲讲这个到底是怎么玩的。AI 之母让你们知道该管谁叫妈啊，反正确实是很厉害啊，祖国 No.1 啊，这个好吧。我去看了一下论文啊，得有个基座，李飞飞这个和 DS 不太一样的东西。是的，它这个还确实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东西。标题不错，能把粉红和知黑都引出来。是啊，对，我这儿经常是两边人一起骂啊，粉红说你是知黑，知黑说你是粉红。开始了，开始了，对，拎个小马扎啊，有沈阳的嘛？这个大家不要相互打听啊。这图气色不好，这个就不要太管了。DeepSeek API 不能充值了啊，对，现在有其他方式可以用。好啊，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直播，然后。好，今天两个故事啊，第一个是李飞飞的 SEK 模型$50成本超越 DeepSeek R1和 ChatGPT O1。另外一个的话，咱们稍微闲聊一下 DeepSeek 到底算不算是国运级的创新吧。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李飞飞的 SEK 模型$50成本超越 DeepSeek R1和 ChatGPT O1。首先呢 ，DeepSeek 到底是怎么震惊全球的？就是因为训练成本低啊，它的训练成本是 OpenAI 的3%，所以呢震惊了全球。那么现在李飞飞的 SEK 模型，16张 H100的显卡，跑了26分钟，跑完了，拿到了一个32B 的模型，多项测试超越了 DeepSeek R1和 GPT O1。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评测这种叫做大模型的，它有很多很多测试项。一般我们说基本上达到什么什么水平，就属于叫互有伯仲，有些你强点，有些他强点，对吧？原来大家都超不过 GPT-4O，是因为只能接近它啊，距离它的全项指标都有差距。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就已经基本上可以达到 GPT-4O 的水平了。然后现在 R1跟 O1算是最强的这个推理模型啊。那么李飞飞做的这个 SEK 也算是超过了啊，或者说部分超过了 R1和 O1啊。然后呢，它绝对超越了 DeepSeek R1的32B。DeepSeek R1呢有大家注意啊，讲的时候一般有两个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呢叫满血版，什么是满血版？671B 的那个是满血版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通过通义千问也好，Llama 也好，这些模型蒸馏了以后，重新微调出来的版本。所有你看到什么70B 啊，什么32B 啊，什么这些的，都是这种微调出来的版本啊。那么 DeepSeek 自己有一个32B 的版本，它呢就是这个微调出来的啊。现在李飞飞这个$50的这个版本呢，要比他自己的32B 版本还要好。那么大家是不是先想想，先站个队啊，对吧？这到底是原创呢，还是抄袭呢？对吧？对于粉红来说，这事儿绝对原创，对吧？对于知黑来说，这可能是抄袭啊，对吧？因为李飞飞是个中国人，对吧？他是个北京人啊，当然后来呢是跑去四川上的学啊，他是成都七中出来的，包括什么搜狗的王小川啊，B 站的陈瑞啊，
都是他的中学校友，对吧？但是呢，另外一头呢，他是个美国的大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曾为了补贴家用和家人一起经营过干洗店。出于对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奥秘的探索，他前往西藏研究过藏药。后来是在加州理工这个工程加州理工学院得到的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博士，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人工智能教母啊，所以你们觉得这算是个创新吗？还是个抄袭呢？对吧？这个我估计很多人可以吵半天这个事儿那么咱们先不吵这个啊，在我这个频道里头吵这个事儿没意义，对吧？咱们去讲讲这$50到底咋花的。首先呢是蒸馏一个小样本模型，然后有一个什么基座呢？通义千问 32B 啊，拿这个模型去做微调，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DeepSeek R1 32B 的那个基座是一样的，都是通义千问 2.5 32B 但是呢，你拿进去做微调的这个样本是不一样的DeepSeek R1 32B 是使用 DeepSeek R1 满血版产生的数据去微调的千问 2.5， 而现在李飞飞呢，他使用的是 Gemini 2.0， 就是谷歌的这个推理模型叫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这个模型产生的这个问题去进行的微调，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问题特别少。就是 DeepSeek 自己微调的时候有多少个问题？80万个问题就是微调出来这个 32B 的模型。而李飞飞的问题有多少个呢？1000个拿了1000个模型拿了1000个问题就把这个模型给微调出来了所以这个 S1K所谓1K 就是1000个问题的意思，就是 S1K 这个模型只有1000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呢，都是通过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进行解答，并且获得思考的过程与结果。然后，因为它总共就1000个问题嘛，你把它塞进去16块显卡，26分钟就跑完了那么16块显卡，26分钟这件事儿呢，成本也就是$50也就这么来的。那么是不是我来我也行，对吧？我也找1000个问题上去$50，我也整一个出来。这个最近互联网上有个新梗什么呢？就中国行我也行，这个是嘲笑那些不自量力想要学习中国大力出奇迹，结果翻车了的外国友人的一个新梗那么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大家想其实也能想得明白，你要想说我用1000个问题把这事儿训练好，那你想去挑这1000道题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然后它这个 S1K 里头实际上有2个大的创新点一个是1000道问题的筛选，另外一个呢特别神奇的东西叫做预算强制叫 budget forcing， 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这2个创新点到底是什么样咱们先去讲这1000个问题怎么筛出来的。首先呢，这一帮的学者们从16个不同的来源收集到了5万多个问题，59029个问题，然后在这个里边筛选1000个问题出来。那么它的筛选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个叫质量要高什么叫质量高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问题，最后得到的结果、得到的思维过程，它的格式不完整，格式比较混乱的这个就不要了，扔掉了。然后第二个呢，难度要大，对吧？什么叫难度大呢？这个就是推理更长推理更详细，推理的这个步数更多推理的时间更长这样的问题叫难度大。然后第3个呢叫全面就是它最后是选取了50个不同领域里的1000个问题所以它是基本上按这3个原则来去选择的，质量高、难度高、全面按这3个方式选了1000道题。在这个里边我们要再重复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艺术、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差异。艺术是我偶然所得无法重现的叫艺术，然后我可以在这个记忆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迭代与创新，但是我不知道里头具体是什么原因没法去这个其他领域应用的这种东西叫技术叫工匠精神，基本上是这个。然后我能够搞明白底层原理可以跨领域应用的这种东西叫科学
对吧？差异差在这儿啊，中国人其实技术很强，但是科学呢一直差那么一点点，所以科技是俩东西啊。那么现在 SEK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艺术、是技术还是科学呢？艺术就是我玩一把玩不出来了啊，就下次再让我做不了了啊。技术呢，就是我可以不断的去调优啊，不断的优化，但是呢，你换一个地方不能使了啊。科学就是我把这事搞明白了啊，那么 SEK 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啊，为什么呢？首先，他们并不是说我筛了1000个问题，训练完了发现挺好就完事儿了啊。他们把质量最好的1000个问题也筛选出来了，对吧？刚才我们讲，它是用3个这个维度：质量、难度和全面性啊来去筛选的问题啊。他把质量最好的1000个问题筛选出来以后去训练，发现效果不好啊，没有他这个直接筛选1000个综合的问题效果好。然后呢，他把最难的1000个问题也找出来了，也拿去训练了，对吧？效果也不好。然后把最全面的1000个问题拿出来去训练，效果也还是不好的。再干嘛？他把这59000个问题搁一块都训练一把吧，说整个的效果呢稍有提升，但是并不明显。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真正在找到底层逻辑了，对吧？你这个找到了逻辑以后，我就可以在这个逻辑上进行优化了。那么我下次再去选问题的时候，对吧？我就选这1000个题，你再往上选，因为大家注意啊，你选的题越多，它肯定是效果越好。但是呢，你当选的问题很多了以后，你这个效果提升变得非常的不显著了，对吧？等于你花了很多的钱，后边都没有什么用了啊，这个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就到第1000道题就可以了。你到这个10000道题，发现哎，我花了这个10倍的钱，但是我的提升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后边没有意义。对吧？所以大家就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在不同的领域里去应用这个筛选1000道题的方法了，对吧？这个是一个真正进入科学范畴的东西。那么建议以后这些大模型团队呢，可以去学而思啊、新东方或者是好未来啊，好未来不是吧？好未来好像是做蛋糕的吧？不管了可以去这些地方找一些老师回来筛选问题。对吧？你看这个过程其实很像什么？就是今天我这个学生要去参加竞赛了，我这个学生要去参加高考了，他的时间非常有限那你怎么能够筛选出一套特定的题目来，让他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最好的提分，对吧？这个过程是不是跟学而思的这帮老师们干的活非常像啊？对吧？那么以后这个再去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选一些物理相关的、数学相关的或者什么这样的题的时候，哎，那你就找这些老师来他就有效果。那么下一个创新是什么呢？下一个创新叫预算强制这个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还是学而思老师的范畴。预算强制说白了是什么？就这个题如果太难了，就别浪费功夫了直接终止给答案，写一答案在这就行了你也不是说终止了就不写答案，因为咱们知道考试的时候，你万一写对了呢，对吧？该蒙你还是得蒙一个答案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你觉得太简单了没有用到相应的时间，你就把答案直接做出来了，那你是不是等一等再回去想一想，对吧？稍微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还是学而思老师该说的话，对吧？没毛病吧？道理咱们都懂，但是呢，到底哪道题需要尽快结束，哪道题需要多想想呢？这才是关键点，对吧？咱都知道说，哎，这个题如果太难了，咱就把它扔掉。像我儿子小时候学奥数的时候，他就讲过哪道题，你先看一眼，如果发现没什么这个概念，就直接 pass 就别做了，对吧？这就不是给你预备的。如果你把时间耗在这上头了，你就会这个浪费时间，下边题就没法做了。而且那个时候考奥数的时候还告诉你说，第几题是多少分，然后多少分的题你应该在上面耗多长时间。如果你发现你在一个3分的题上耗了多长时间以上，你就赶快放弃掉然后随便填一个答案，万一对了呢，对吧？这个就是从小教奥数教的东西嘛。那么好了，咱们现在就需要
如何去做这个测算了啊。那么现在这些问题来了，实际上呢，它就是首先要预算，它叫预算强制法嘛。这个 budget 到底怎么定的呢？推理的步数和推理的时间啊，我们以此来定这个 budget。那么我们首先要对任务进行复杂度评估啊，上来拿一个任务，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任务啊，大概应该推多少步，花多少时间，然后呢，在当前推理过程中啊，得到一些中间结果啊，因为我们做题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做中间结果出来，对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对中间结果进行一个评估。第一个评估是什么？叫置信度评估。什么叫置信度？我给大家讲一故事吧。比如说今天啊，这个天气预报说了，今儿啊降水概率99%，这就属于置信度很高啊，那就肯定下雨，别费劲了，就下雨吧，咱们就不用再去花时间在后边推理去了。啊，待会儿来一个专家说，这个专家认为今天降水概率是51%，这个呢就叫置信度不够高啊，您再花点功夫，再好好想想，能不能把这事说的确定一点，对吧？这叫置信度。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呢？叫收敛性评估啊。什么叫收敛性？这个如果你得到了几个结果，然后这些结果相对来说都是稳定的，而且越来越稳定啊，这个就结束了，就是它吧。就算是我给出的结果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结果，但是呢，应该误差也不大了，对吧？这叫收敛性。但如果说，哎，我现在得到了3、5个结果，但是这结果的值上蹿下跳的啊，这个都差异非常非常远。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回去再想一想啊，多花一点时间啊，再思考一下，再重新给一个结果，然后以及干什么呢？对结果进行质量评估啊，这个就是文本，比如说很流畅了啊，那这个事儿可能是对的啊，图像很清晰了，可能是对的。如果看起来可以交差，就直接交差啊。这个东西如果交上去，别人不信啊，可能会挨打，那就回去再研究研究。对吧？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任务特性和标准，因为你不同的任务，对吧？对结果的质量要求是不一样的。咱比如说吧，都是打比赛啊，篮球比赛，比赛结果100比70，看着有点像啊，差不太多，可以交差了，就这样吧，对吧？不用再想了啊。足球比赛啊，结果100比60，您回去再算算吧，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对吧？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啊。再进行一些预设的结果啊。什么叫预设结果？就是当我发现某些结果达到的时候，就直接停止。比如说我推理了半天，开始骂人了啊，那停下来吧啊。或者推理了半天，发现哎，做一些这个涉黄涉黑了啊，那这事停下来吧啊。它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停止命令在里头。那么它呢就是这样来工作。第一个，我们先看看这个题啊值多少分，你可以给它一个多大的预算啊？你应该是推500步还是推50步，把它推出来啊，先有一个预算。然后呢，我们在推的过程中就不停的来检查结果，哎，这结果已经不错了，那就到这儿吧，后边不做了，对吧？然后这跟考试的过程很像，对吧？再往后干嘛呢？再往后呢，就是要去看你的预算了。比如说我这结果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发现啊，这个我预算呢应该做500步的，然后我现在做了50步，就把这个结果做出来了。对吧？那你再回去想想啊，可能有问题，对吧？但如果有时候超预算了啊，我原来一评估说这个结果推出来应该是50步就推到头了，但是呢，我已经推到第80步了啊，还没推出来呢，那就赶快停止，别浪费时间了啊，赶快随便写一答案上去，或者写一个你觉得最靠谱的答案上去，完事儿了，然后接着做下一题啊，这个就叫做预算强制。那么这种论文发出来以后的话，我估计未来所有的推理模型应该都会去使用这套东西。实际上，整个这过程是不是真的很像我们儿子小时候做奥数题那过程，对吧？你先看看这个题啊，3分的题你应该用几分钟，5分的题你应该用几分钟啊？然后你做的过程中再去看看说，哎，中间这个答案已经很像了啊，这个你就直接把它写上就完事儿了。啊，这个答案看着怎么看怎么不像啊，甚至咱们经常说数学这个东西，正确答案都很美啊，我没感到那种美，回去再想想，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的时候就是，我儿子小时候学的也是说这个做题做着发现，你写出那公式越来越复杂，最后算不出来了啊，那这个你再回去算算，可能哪儿错了，对吧？或者说，哎，
明明挺大的一个题啊，这个题这么难，我怎么3步2步就把它做完了啊？回去再想想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可以去理解的叫做这个预算强制法则。那么当这些东西有了以后，对吧？这个 SEK 这个模型就有了今天这样神奇的结果啊，$50。所谓$50就是1000道题训练是$50啊。咱们把刚才讲的什么这个质量最好的1000道题，什么这个最难的1000道题，最全面的1000道题，59000道题都训练，然后再加上什么数据准备这些东西都算一块儿，这个$50是打不住的啊。但是你就训练1000道题就是$50，然后再加上后边这个预算强制，哎，它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了，对吧？再做更多的题没用了，对吧？就这1000道题够了啊。那么现在科学的车轮啊滚滚向前了。SEK 模型出来以后，虽然没有用到 DeepSeek，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对吧？筛选问题就好了，老师们又有价值了，对吧？甭管你原来是教数学的、教物理的，还是教什么其他这种课程的老师，赶快出来说，我们再筛选一下，我们要像培养奥数种子选手那样，去微调训练这种推理模型了啊，这个事儿就完完全全可以干了。而且在不同的领域里头都可以快速的蒸馏出小模型来，并且呢实现领域内的突破，对吧？你比如说我今儿不是说做数学题，我们今天想推一个这种法律的，或者想推一个这种财务的啊，那其实都是可以找到一些专门做这个法考的老师，或者专门做这个财务什么资格证考试的老师来给我们筛题，筛完题以后。进去这个训练去，这都是可以搞定的嘛，对吧？而且呢，让所有的推理模型可以一起解答，对吧？它没必要说我一定用 DeepSeek R1去解答，还是说我要去用这个 Gemini 去解答，用 O1、O3去解答，还是什么都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推理模型都跑起来，你们挨个给我答一遍，答完了以后，我们去挑里头质量好的1000道题或者几千道题，我把它挑出来，然后再去训练啊，也就可以了。现在呢，有一堆的推理模型，对吧 ？DeepSeek R1、GPT 的 O1、O3 Mini、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啊，这一次李飞飞用的就是 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对吧？国内还有一堆的这个推理模型，比如说 QWQ32B 就是一个标准的推理模型 ，Minimax 和 Kimi 也都有各自的推理模型，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哪怕你付费的这些模型。GPT O1、O3，然后这个 Minimax 和 Kimi 这都是付费的模型，那付呗，反正付完了钱以后，我就得到这一堆结果，然后拿着这个结果，我再去训练自己的这个小模型就完了。像这种32B 的模型，我是完完全全可以在我自己电脑上跑的，对吧？我就不需要再交任何钱了，对吧？这个效果就好极了。所以以后这些付费推理模型都应该会被拿来做蒸馏。然后千问2.5 32B 的这个模型的底子很好啊，这个下面就都是老师的事情了，就是有人去试过，比如说千问的72B 的，然后 Llama 的70B 的，然后14B、7B，然后什么1点几 B，大家都试过。现在呢，普遍认为就是说，哎，这个还将就能使的比较中间好的这个结果就是千问2.5 32B，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调这一个模型啊，这个大家还是。有一定的共识了，对吧？那么再往后是什么？就可以进行质量的这种管控了嘛？因为我们调完了模型以后，那就上来去测呗，说这个模型，这个比如说有多少道标准题库，你跑完了以后有多少对，多少错，对吧？你就可以去测试它是不是正确。如果不对怎么办？不对再花$50呗，对吧？再花$50，然后看看是不是好一点。又不对，再花$50，然后再整1000个题，再试试是不是好一点。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最优解，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就得到了一个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里头特别好用的32B 的小模型，对吧？微调然后进行评测。那么未来，比如像硅基流动啊、Together 呀这些开源微调模型就要起飞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硅基流动上直接点出一个32B 的模型来说，来，我这儿有1000道题，实际上就是你把1000道题做好了以后，把这文档上传给他，然后一摁确认。他可能连$50都不需要，可能这个几十块钱、几百、100-200块钱就给你搞定了，对吧？做完了以后，你就有自己的模型可以去使用了
Together 是在美国的啊，他们调一个模型好像是，我记得32B 的模型应该也差不多是几十美金就可以调一次啊，在国内应该会更便宜。那么很多小公司原来都在喊，适合你的小模型才是最好的，但原来这个话呢其实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微调出来的小模型原来的效果是没有那么好的，它未必比这些大模型加上 RAG 效果更好。现在呢，已经李飞飞给出了科学的方法了，那么行业推理蒸馏小模型的春天就来了啊！因为你一旦推理了小模型以后，对吧？你就有什么东西叫用户粘度，对吧？用户会继续购买你的服务，继续让你去服务下去，而不是说上来说，哎，我今天用你的，明天用他的，反正模型都不是你们家的，对吧？这个就没有任何用户粘度。原来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就好很多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就直接跑到人家行业里边去做问题筛选就可以了。问题筛选完了以后啊，再不断的测试、调优、评估啊，这个路径其实已经很清晰了。他也告诉你说应该如何去筛选问题啊。那么以后小公司的春天就来了啊，就是可以卖模型、卖服务、卖数据，对吧？原来都说哎呀，我要去做一个AI 公司，那你手里头没有个1-2亿美金，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做 AI 公司的，对吧？因为你需要去租显卡、去租 GPU、去做预训练模型的训练，现在不用了。对吧？现在只要筛选好问题，哪怕你多试几次，对吧？最后花个几百美金试了10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而且这些模型就是你的用户最需要的这些东西，对吧？我记得我原来在学软件的时候，当时啊，那还是90几年啊，当时有一个梦想啊，就是整个软件行业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叫系统咨询构架工程师。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们都说啊，这个软件是需要分开的啊，先去做需求分析，然后去做这个架构设计，然后编码，编码完了以后测试，测试完了以后部署，然后再实施，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以后啊，这个软件系统就很厉害了，它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啊，我们只管做到用户面前，一边问用户你需要什么呀，等于在做咨询嘛。然后咨询完的时候呢，同时就在手里点点点确认确认确认，对吧？然后打勾打叉，然后把这些事情做完了以后，说哎，你这个问题都讲清楚了啊，你的软件也做好了，你可以拿去使去了，对吧？原来我们就一直从90几年就有这样的梦想，那么现在的话，这离这个梦想就又近了一步。那么现在呢，让大模型改变每一个行业，终于要开始了，对吧？原来折腾了1-2年都没有什么动静，就是以前都说，哎，这个大模型可以把每一个 APP 都重做一遍，大模型可以把每一个行业都改变一遍。为什么喊的这么大声音，大家都在使劲裁员，都在降本增效，都在干这个事儿？原因很简单啊，就是以前很多的公司上了大模型以后没有效果，对吧？或者效果很难评估。那么现在的话，这种可感知的效果已经到面前来了啊。那么很多的这种公司就要开始上大模型去改变它整个的业务链了啊，因为它现在改变了以后，就可以在特定的领域里头，比如说竞争胜利啊，它就可以把其他竞争对手干掉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就又可以快速的往前跑了，而不像是你想咱们做了2年大模型，每一年咱们看到的都是什么谷歌裁员、微软裁员，都是这种东西，对吧？国内也是什么百度裁员、阿里裁员，全是这个啊。但是啊，李飞飞这个模型的建立以及这样的这种靠这个蒸馏推理模型去进行微调小模型的这个方式发布了以后啊，那么我觉得未来的2025年啊，就会有大量的公司出来说，我们去给你们微调小模型吧，我去给你解决实际问题吧，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对吧？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就会实实在在的发生改变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李飞飞的这个50美金的模型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里头到底干了点什么？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来了，点赞啊！你们要没有点赞的，赶快要点赞。传说阿里巴巴10亿入股 DS，哎，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了。像 DS 这种公司，你光给他做这个尽职调查，估计都费劲。
坐上位置了啊，这个听老范讲挺好。DeepSeek 现在确实老崩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我现在 DeepSeek 基本上用的是豆包的，就是现在国内装 DeepSeek 的这个服务器太多了。Together 我也用了一段时间，Together 的问题就是贵。Together 我印象里他们好像是，呃，R1的模型是7美金，还是10几美金，好像是16美金，对吧？16美金100万 token，那个太贵了。但是现在豆包是免费的，待会儿我来告诉你怎么用搞这个事情。我现在已经把国内的试了好几个了。哎呀，鸡蛋灌饼，好久好久没看到你了，好像这么多人爬它啊，这个体验怎么能好？是体验绝对没法好。谁敢说李飞飞是抄袭？但是很多人觉得只要是中国人都抄袭啊，对吧？而且这是一个妥妥在国内训练出来的。我发现 AI 革命当中大多数都是华裔或者华人，这个不能这么讲啊，我们这样讲是不科学的，对吧？现在他们统计的是所有 AI 相关的论文，按照引用数来分的话，大概有多半是华人，对吧？这个李飞飞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DeepSeek 有独到之处，没问题啊。我弄了460个问题，把课程评价做了。李飞飞的应该行啊，这个他这个折腾一下呗，大家自己也都可以去试一试，对吧？这会又大又要大幅做空英伟达了。其实不会啊，我一直觉得，甭管是李飞飞的这个，还是前面 DeepSeek 这个，大家就是有点太恐慌了。其实对于英伟达来说，都是重大利好啊，这个绝对是重大利好。待会儿我可以给你解释为什么 DeepSeek 跟李飞飞的 SEK 都是对英伟达的重大利好啊，但是可能对谁是利空呢？比如说对博通啊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待会儿咱们会解释这个。一个问题相当于一个漏斗，把内涵的其他相关问题都包含进去了。这是语言学啊，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现在就是他给你一个统计结果，大家可以照这个去做。做蛋糕叫好利来啊，好好好，看来好未来还是那个做培训的啊，这个看来我没记错。看了今天的题目，我发现这是个典型的华人女性最会过日子的故事。对，是李飞飞也算是华人女性里边的一个传奇了。说的我赶紧点个蛋糕啊！这什么故事？李飞飞在 AI 领域的地位是不是被高估了？这个怎么说呢？反正人家美国人认，对吧？这个你如果觉得不认，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教母的人生经历也算比较丰富，是的。好利来确切的说不是卖蛋糕的，是这个为什么是赏美女的地方？这个我没想明白哦。置信区间是统计学概念，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统计学概念，就是当你的置信度比较高的时候，就认为你现在得到的答案基本上是可用了，就没必要再去浪费后边的推理算力了啊，就直接停止。OpenAI 承认 O3 mini 的 COT 是加了总结和翻译的，防备意识很高。是的，因为我看到阿拉伯语的 O3 mini 的 COT，我就觉得，我说你至于吗？有点过分了，对吧？你比如是中文的，你是英文的，我觉得都可以去理解，但是阿拉伯语的啊，这个完全无法想象。脑力激荡都给人类加分啊，是。AI 以后也分学霸和学渣了，以后4O 这一系列的就是学渣用的啊，然后 O1、O3这一类的，包括像 DeepSeek R1这一类的，就是这个学霸使用。我是觉得现在 AI 跑分测试集根本不靠谱啊，
日常用大部分任务 O1、R1 都比 Cloud 差。代码任务除非复杂计算，业务逻辑 Cloud 表现也更好。但 Cloud 跑分 Top 10都进不去。现在也没有，它有些分 Cloud 是能够很高的啊。这个 Cloud 3.5 Sonnet 现在还是在很多的分数上是冠军的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说我现在想要去评估一下这个人能力的时候，你除了让他做卷子，你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但是呢，任何一个卷子都不可能说我很全面的把这人考核出来，哪怕说我们去参加高考，对吧？高考呢真的是准备了3年，然后在这个集中3天，然后考多少门课出来。那你说高考成绩高的人他就一定能力强吗？肯定不是啊，对吧？但是高考已经算是最公平的一种考核方式了。现在呢，各种大模型的跑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他们现在都跑去，就是甭管是这个 SEK，还是刚才我们说的 R1、O1，跑的都是很多这种，数学题啊，或者是这种物理，还有这种推理相关的题啊，它并没有去跑真正这个广泛的这种普遍的这个事物上的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了。明天也去征留一个作曲的，支持你。好家伙，模型训练也开始应试教育模式了。哎呀，你想这帮人他就是一帮应试教育出来的人，对吧？李飞飞下边还有一些研究生也是成都七中出来的，然后最后跑到这个斯坦福去上他的研究生，然后出来了以后也在 OpenAI 在谷歌里边晃来晃去的，所以他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流派了啊。那么这些人可能都是中国高压应试教育出来的人。这种方法挺好哎，之前大模型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对不对，现在可好了，我们直接给他正确答案。也不是直接给他正确答案，而是什么呢？就是他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评估啊，复杂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对中间结果进行评估，看看结果是不是可以接受，最后呢再去确认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把预算之内的这个 token 都花完了啊，或者把预算之内的推理步骤都花完了啊，如果没花完的话，再回去检查一下，他就干了这么个事儿。但是大家注意啊，就是我讲了半天，你最后给出的答案依然有可能是错的，对吧？就像我们去考奥数似的，对吧？我最后实在是做不完了，我一定要写个答案上去。那么这个答案可能正确的概率是有的，但是我没法保证它对。感觉这样的特化某方面的能力应对不了长尾效应较大的领域，长尾效应较大的，你就使这个 O3模型啊，或者你就使这个 V3模型，就 DeepSeek V3这样的模型啊，或者使用这个 GPT-4o，对吧？使用这种大的预训练模型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它最后还是 AI agent，就是它要让所有的模型拼在一起，组合着来干活，对吧？它是这么来干的。这个方法和1000题开源出来了就好了。方法现在人家已经拿出来了，1000题应该也开源出来，就包括它59000道题应该都是在外面的，对吧？因为人家是学者，人家不是公司，对吧？他也不是说我把这1000道题藏着，然后我准备卖这模型，人家不惦记卖这个模型，人家就是发论文的。你现在的视频内容越来越艰涩了，没有吧？不是给理工科以外的人看的内容，这样的视频听的人会越来越少的。不少，今天有500人呢，对吧？而且我觉得我已经算讲的比较开心。这个不过是第5作者，但是你问题你讲其他人你认识吗？这个起码 AI 客服可以起飞了啊，这是没什么问题啊，AI 客服是完全没问题了，应该是挂了个名啊。这个具体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啊。这个，而且李飞飞呢，现在应该也是在创业，他现在有一大堆的学生，可能也是他下面一堆学生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这个我当时看了，就是好几个学校的学生联合在一起做的项目，点赞啊，欢迎。小小的模型能搞定程序吗？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 coding 模型就是30几 B 的，基本上是可以跑的。这几波给大语言模型做了普及啊，是
因为特别是 DeepSeek 出来以后，我们这一个礼拜实际上没干别的，就天天 DeepSeek 了。阿里入股辟谣了，好吧？因为这个我还没看啊，请教啊，这样对专做小模型训练的云厂商是利好，很多 B 端企业可以做符合自己业务的小模型了。是啊，这个没问题啊，待会儿我们就来讲这部分。日常使用 ChatGPT 够了啊，反正都用了这么久了。我现在反正 ChatGPT 肯定是用的最多的啊，Cloud 我也在用，Gemini 也在用。然后因为程序员来说，就把所有东西都拎出来用一把就可以了。DeepSeek 总是出不来答案，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服务器，我现在怀疑它的服务器攻击，可能我都怀疑是周鸿祎干的，对吧？美国人哪有那么多闲工夫攻击你啊？人家自己那儿都部署好了。DeepSeek 够用啊，但是总是提示不可用，期待改善。这个还是要看啊，就是大家都找到自己 DeepSeek 的用法了以后，可能 DeepSeek 的这个官方的服务器就能稍微的好一点点。440人才12个赞，这样不好啊！对啊，你们都赶快点赞，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个赞了啊？诶，现在有38个赞啊，504个人啊，你们这个赞实在太少了啊！啊，我们有新的管理员上来，赶快发小扳手。所以赛博朋克肯定在，还不是肯定在亚洲，是肯定在中国，没有什么第二个地方。你除非再来一个硬件，但是英伟达长期利好，比如智能手机的发展史，这个里头跟硬件没什么关系啊。据说利好来招聘对颜值有要求，对啊，据说好利来招聘对颜值有要求，都是甜美风格。哎，我明天要找好利来去看一看，我要去验证一下这件事情。大公司和小公司最大的差距是服务质量。SEK 能被验证的话，传统大公司防火墙就不是不可动摇的了。是的，我觉得未来可能就都是一大堆小公司或者是这种个人公司就可以提供服务了。感觉之后 AI 就像互联网一样，变成一个基础设施。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最后几个大模型公司就会成为基础设施。Cloud 是挺好使的啊。学渣学霸那个我没太明白。最近落课比较多，对啊，你出去玩去了嘛？为什么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模型啊？现在呢，比如说 GPT-4o 啊，就是这种普通人聊天的模型呢，就是我们一般认为是，呃，比较通用的模型啊，这个就是学渣用这个就够了。然后现在呢，大家都不再卷这个东西了，现在都去卷另外一个东西，叫推理模型，就是 GPT-O1、GPT-O3啊，然后 GPT 这个 O3 mini 啊，然后以及呢这个Gemini 2.0 Flash Thinking 啊，这种就是思考模型，包括这个 DeepSeek 也是如此，DeepSeek V3就是它这种普及型的模型，然后 DeepSeek R1呢就是它的推理模型，就是你问 DeepSeek R1一个问题。他先想啊，他差不多思考过程输出出来，他可能想个好几千字，然后再给你一个几百字的答案，他是这么来工作的啊。这个东西就是很慢很慢，但是呢，处理一些很复杂的这个事物效果极好。跑分只是给你个直观比较，到头来还是要自己使用，然后再看哪个更适合自己的需求。但跑分还是有效果，就跟高考一样。你说高考有效果吗？有的。维基百科说李飞飞是美国人啊，那好吧，他应该有美国籍吧？对 Cloud 又爱又恨，尤其是封账号。对，我 Cloud 是从来不用它的客户端啊，我 Cloud 都是通过这个一些 API 中转去使用的，所以不涉及封账号的事情。感觉 R1有限流，每次显示服务器繁忙，换个号登录又能用了，用了几次又窗死。不，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都试一下，这个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对结果的自我检查，起码比
用户自行判断的效率要高一些。其实，现实场景里头绝大部分问题都不需要很严谨的答案，只要大差不差就行了。这个也可以这么讲吧。这个欢迎新会员加入。理工科人数大啊，是的，现在全世界不都在裁减这个文科生吗？海外用户 DeepSeek 实际使用体验很差，没有啊？你海外用户你不要用这个国内的那个 DeepSeek 嘛，你海外用户你去用亚马逊云的、用微软云的，或者是 Together 上面的这个 DeepSeek 都是挺好的，那个就贵嘛，其他没什么别的。目前的大模型其实用处最多的还是编码辅助和写小作文现在还是有很多其他用处啊。这个现在 DeepSeek 这种东西出来以后，特别是这种低价的推理模型出来以后的话，可用的就多多了啊。这个活捉到这个每周都有直播啊，而且前面那个春节期间连续直播，调 API。也就是给自己网站做个 chatbot，真没有太大的这个谁说的？我们调 API 调的事情很多的。你比如说，你们看我的视频的时候，下面的这个总结啊，下面的简介，下面的这个标签，然后以及各种的章节都是 AI 写的呀，对吧？这个章节是由这个 Gemini 来总结的，然后我的这个叫做什么小红书式的文档是由 GPT-4o 写的，然后我的这个博客是由 GPT-4o mini 写的，这都是这么干的啊！我现在也是把一堆东西凑在一起写小说，哎，写小说可以的，现在写小说效果可好了。这种小模型适用于一些需要本地部署的，不希望数据泄露。其实不一定啊，这个但是它确实可以部署在本地。如果你确实说我的数据很敏感的话，你也可以在本地部署那个671B 嘛，就是 DeepSeek R1的671B 满血模型，你只需要有足够多的显卡就行了。你像这种16块显卡，这个16块 H100的话，671B 1秒钟大概能跑个好几千 token 出来，所以那个是很快的。DeepSeek 能一次性接受的 token 少啊，这个是真的。DeepSeek 应该是64K 啊，就是应该是64000个 token 可以一次塞进去。现在最新出的 Gemini 2.0 Pro 200万啊，一次可以塞200万 token 进去，爽的一塌糊涂。DeepSeek 然后是如果不能改进网页版体验，很多人还是不会放弃 ChatGPT $20一个月的订阅的啊。这个像我反正一直都订着，挺好的。理工科听老范中和下枯燥的理论学习，挺好的。我觉得文科应该也能听懂我这个现在已经训练的可以讲一些文科故事了。范老师看了就懂了，可以带上儿子一起看，别带老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我 X 上都取关了李飞飞，这50刀又把我拉回去，这个成了他的关注者了，好吧？这一期我的重听2遍，琢磨一下有没有什么商机。哎，商机多去了。塔主茶话会真没觉得好利来的服务员长相甜美。而且很多当值的都是男生啊，这个，所以我明天我要去研究一下。这个你等回来的时候你去研究吧，美国应该没有好利来吧？人家就是美国人，中国出生而已啊，人家他这个叫什么来着？人家的这个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中国上的呀。李飞飞是美国人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是华人啊，没毛病。因为 DeepSeek 我3个 OpenAI 账号又能登了，什么意思？就是他原来给你封了吗？现在打工最重要的还是开发应用，模型升级后台更一下就行了啊。这个应用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海内用户 DeepSeek 实际体验也很差，现在还好吧？因为我现在改成了，就我今天试了一天啊，就是把硅基流动的、华为云的，然后这个字节的，然后 DeepSeek 自己家的都试了一圈，然后最后发现字节的效果最好啊 ，Together 的我也挂了。别说海外了，海内体验也很差。对，连尊贵的充值用户也用不上。是啊，我就是充值用户啊，我就是早早的往里充了100块钱，然后现在使得可费劲了。文科生最近几年是真背啊，天天被说没前景，没前景，表示不服，但无法辩解，只想静静。哎呀，这个静静在旁边很忙的。科学的进步会促进社会变革，科学先行。文科生的春天在后面。是的，哎，其实我一直想讲这个，但是又不太好意思讲，就是科学的进步会促进社会的变革，所以最后可能这个事儿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对吧？这个，所以这个里头，以 AI 为基础去研究中美对抗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在 AI 面前，中美可能都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免费才是最贵的啊！这个免费就是你还是要会折腾。有了 AI，咨询业都坐不住了，肯定还是可以做的嘛。豆包的电脑版效果怎么样？效果挺好的，它的分类做的不错啊。这个我现在有一半的是使用豆包的啊，有一半是使用这个叫做 ChatGPT。然后中间在年前啊，就是在 DeepSeek R1出来之前，我还真的是好好的使用了一段时间 DeepSeek，但是 R1出来以后就没法使了，太慢了。16块 H100，电费高的吓人，26分钟$50，对吧？也就都在这里头了。豆包的搜索归纳功能不错啊，我基本上用豆包替代了搜索引擎。是的，豆包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它啰嗦，对吧？你像同样的事情，这个 ChatGPT 呢说的是比较清晰，然后呢也不啰嗦，豆包呢是最啰嗦的。然后这个你要让 Gemini 去说呢，就是条理极其清晰，然后就像是写的这个写笔记似的啊，那个就属于太理工男了。对吧？这个 ChatGPT 算是一个比较中和的一个状态。原来在 DeepSeek 能用的时候呢，DeepSeek R1的这个联网搜索是非常非常好使的，已经我觉得是有点写报告出来那感觉了。其实文科生还是有用的，AGI 做的很多的训练材料还是要高水平的，包括 C++ 这些年更新其实和语言学加哲学，除非都去用大家都用 Python，但是底层的Rust、Go、C++其实对哲学和语言学是相当大关系。哎呀，这个说语言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所有的编程语言底层都是有语言学和哲学的，对吧？还有很多工程学的东西在里头。Python 也有啊，然后跟随美国政府啊，这个加拿大也有也禁用 DeepSeek 了，在联邦层面啊，不能用在政府设备上。啊，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在加拿大你去装 DeepSeek APP 干嘛呢？对吧？你把它部署到本地，你直接使不就完了？你在微软云上你使 DeepSeek 没关系的，没有人管你的。而且所有部署到外网的这些 DeepSeek 是没有国内那些这个政治正确的东西的啊。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最高机密，它不能给外网看的。我用 DeepSeek 由抖音热门转成这个公众号文章啊，开通流量这几个月变现2万多了啊，挺好的。它确实是有这种能力啊。其实这个你都不用 DeepSeek，你用那个 Code 做这个东西做的效果好极了。这个 GPT Plus 现在只能美国信用卡付款了吗？没有啊，我一直都在用啊，我也没有美国信用卡。其实 AI 会模糊文理的边界，以后没必要分文理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
很奇怪，就不能觉得男生长得甜美吗？这个好像有点奇奇怪怪了啊，这个我们方向不能乱走。我之前3个 OpenAI 账号都被冻了，前2天试了一下又可以了啊，人家可能早就给你解开了，你只是没试而已。老范节目不适合带老婆听，啥节目？P 站的节目没有啊？你像我的节目都是我老婆要替我剪的，那个说的是好利来啊，好利来这个无所谓了。是刚才说去好利来看美女的事情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我老婆还是好利来的会员呢，啊，我们家好像还有好利来会员，我还是习惯用 Kimi 我是很讨厌的，本地部署 DeepSeek R1也能联网，是的，这是可以的。那个学而思的例子举得好啊，也没打算得满分，唯一目标就是够用。是的，胡说八道。DS 训练的时候，政治正确就被训练到大模型里头去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到底如何政治正确这件事儿是最高国家机密啊，这个不能随便开放给别人使了。所以为什么中国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大模型啊，让这些 AI 算法到国外去？就是我们这里头确实还是有机密的啊。你在微软云上用，其实我试过啊，就是你在微软云上用，在 Together 上用，跟在这个国内的模型上用出的结果是不一样啊，这个还是有挺大差异的。从微软云部署数据就不走 DS 中国服务器吗？不走啊，为什么要走中国服务器啊？它完完全全是开源的呀，就是你把它整个部署到微软云上，现在微软云、亚马逊云，那个英伟达云上都有 DeepSeek 服务器可以用啊，你就直接用就好了。以后就变成 AI 赡养人类了啊，这个再说了啊，来了，欢迎欢迎。等我老了，等我老了的时候，机器人能来养我吗？这个应该可以吧？对，我也觉得这个应该不用等你老了，等我老了应该就可以了。好，我们准备下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 ，DeepSeek 到底是不是国运级的创生？DeepSeek 到底是不是国运级的创新呢？这个国运级创新这个事儿呢，是游戏科学的创始人兼 CEO 冯骥他去讲的。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啊，他说这个 DeepSeek 是一个国运级的创新。这个游戏科学就是黑神话悟空的这个开发商啊。那么 DeepSeek 呢，也确实让美股市值蒸发了很多很多钱而且还有一位美国的参议员说，我们要下最严格的法令来禁止 DeepSeek，对吧？谁敢下载 DeepSeek 判20年，哪个企业敢去用 DeepSeek 罚$1亿这个是个共和党参议员，叫 Josh Hawley，对吧？是这么念吧？然后他呢立了一个法案就是他写了一个法案，叫《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能力与中国脱钩法案》在这个法案里头呢，禁止技术交流与使用，禁止美国公民企业与中国开展任何 AI 技术合作，包括研发、投资、数据共享等。非美国公民若涉及技术转移，可以驱逐出境然后切断资本与人才流动，禁止美国资本对中国 AI 企业投资，并限制美籍科研人员参与中国 AI 项目。任何与中国高校实验室合作的美国机构将面临重罚，而且影响移民和国籍，违反本法案的个人将被视为严重犯罪分子，可能影响其移民身份、绿卡申请和入籍资格。限制美国 AI 出口，禁止向中国出口、再出口或在中国境内转移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或知识产权，意味着美国公司不能直接或间接向中国企业提供 AI 技术支持或者服务，对吧？他是提了这样的一个法案出来，但是这个法案呢，因为太过极端，已经被搁置了在参议院里头
这种法案扔出来以后就这个直接搁那儿搁着了。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不是买了好多的英伟达股票，然后这2天正在这个舔舐伤口啊，然后整了这么个东西出来。那么现在先讲一下使用 DeepSeek 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在美国使用 DeepSeek 啊，那千万不要去 DeepSeek 网站去挂啊，那是根本得不到服务的啊。你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去在美国的云主机上去使用啊。那么现在 DeepSeek 自己的网站基本上是半瘫痪状态啊，聊2句就趴菜啊。我基本上是第1句能聊，第2句能聊，第3句趴啊。这个你再怎么跟他聊都趴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可能明天再跟他聊，还可以聊2句。这个 API 调用的话非常慢，而且呢，现在禁止充值了，就是整个春节期间 API 调用的这个页面就打不开了，但它还让你调啊，但是它整个 API 后台给你封掉了。现在的话是后台重新有了，但是不允许充值。也许有一些爱国人士在往里头充钱啊，充了也不使啊。现在的话，这个充值进去也基本上没法正常用了。现在呢，国内是各种云上都有啊。这个国内的是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华为云的这个华为云的 DeepSeek 呢是通过硅基流动可以用起来，对吧？这个塔主你那个上面的这个DeepSeek R1、DeepSeek V3我已经都帮你整好了啊，你现在可以用了，就是走硅基流动这套。然后京东云也整起来了啊，这个上面也有 DeepSeek。然后百度智能云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李彦宏怎么会有脸干这个事儿，前面还发表演说说这个开源不如闭源啊，你们就好好使用闭源就好了，对吧？人家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百度也部署了 DeepSeek， 对吧？然后也给大家去使用，还要收费。然后火山引擎是字节跳动的啊，现在是我的主力服务商了，速度还可以，而且现在限时免费。这个就是你现在上去使它的 DeepSeek 这些模型是不要钱的，它呢设置起来相对麻烦一点，就是所有这种云计算厂商你去设置大模型都比较麻烦，但是比 BAT 还是要简单啊。然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他们参加的云也都有 DeepSeek 的部署啊，也都可以上去用去。360智能云啊，上头也有 DeepSeek。海外的话，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 还有一个叫 GMI Cloud、Together、Grok 啊，当然 Grok 上面部署的是蒸馏模型啊，它就没有布这个满血模型。Together 上是有满血模型的，英伟达啊上面也是有满血模型可以去用的。所以如果你在海外说我想去用这个东西怎么办啊？你就要去这些平台上去使用了啊。然后 DeepSeek 的这个概念股。对吧？我们一说这个东西，国运之战嘛，它一定是有一些概念股的，啊，首先从港股来看，金山云直接涨停板啊，然后我去问，我说金山云跟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啊 ，DeepSeek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部署到金山云上去，但是呢，大家觉得，哎，这个云计算一旦有了这种通用的、可用的这种开源大模型以后啊，一定会涨啊，所以。这个金山云在港股上就直接涨停板了啊，美图也涨停了啊，这个美图其实跟 DeepSeek 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它做 AI 的嘛。然后腾讯、阿里、百度都在涨，阅文集团也就是起点中文啊，做小说这网站直接涨停板，为什么？因为推出了使用 DeepSeek 的作者助手，以后作者可以使用 DeepSeek 来去写小说，可以进行各种的架构设定各种的环节设定啊，都可以去用，效果很好的。因为我试了一次，用 DeepSeek R1这种大推理模型去做各种的设定的配置什么的，效果好的一塌糊涂，对吧？这个阅文集团涨停板，然后其他的科技股都在跟着涨啊，包括地平线、中国软件国际、威盟、这个联想、中芯国际啊，都在往上涨。然后 A 股上第一个涨上去的是每日互动，每日互动为什么涨呢？它里头有一个联合创始人叫徐进啊，这个人呢是九章资本，也就是幻方量化的一个股东啊，但是呢，他现在应该已经从每日互动离职了，跟他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对吧？只是蹭了这样的一个等于共同的联合创始人吧，然后所以每日互动直接涨疯了。那么每日互动呢说啊，我未来准备用 DeepSeek 大模型去做一些应用吧，
对吧？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DeepSeek 概念股啊，叫做安凯威啊，这公司干嘛的呢？做录音笔的。那你说做录音笔的跟它有啥关系？因为它做完录音笔以后，你得处理这些内容嘛。它后台使用的是 DeepSeek 大模型进行处理啊，所以安凯威也直接作为 DeepSeek 的概念股涨停板了。然后青云科技和 uCloud 啊，这个也直接涨停板啊，因为他们都是专门给企业做部署的私有云的这种服务商，对吧？他们都部署了 DeepSeek，然后开始为上面的这些企业进行服务了啊，所以他们都涨停板了。还有一个公司叫宝兰德啊，这个公司呢是以前 Boland 下面的一帮我以前老同事出来创业做的公司，对吧？就是他创始人都是以前我在 Boland 的同事，在国内嘛起了个名字叫宝兰德，对吧？他们呢也是作为 DeepSeek 概念股直接涨停板了啊，原因是他们做的一些系统集成项目底层集成的是 DeepSeek 大模型啊，它也涨停板了。然后比亚迪这两天也涨停了，但是他们跟 DeepSeek 应该关系没有那么大，对吧？比亚迪现在讲说我要发布天神之眼啊，原来呢讲比亚迪自己准备做大模型这个事儿，大家不信，但是有了 DeepSeek 以后呢，大家说比亚迪没准他也能做出来呢，大家我去信一下吧。对，这个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万兴科技360啊，昆仑万维啊也都擦边跟涨，特别是360大概连着涨了2个涨停板。但是360这事儿呢就乌龙了啊，它呢部署了 DeepSeek，但是呢它是需要在360纳米 AI 搜索里边用，它是不开放出来给别人用的，对吧？然后周鸿祎这一段时间不停的在喊话凑热闹。对吧？上来说啊，我要给 DeepSeek 保驾护航，有黑客去攻击 DeepSeek 了，然后我要去那个提供免费的支持服务，然后我有什么专线，我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喊得特别特别热闹。喊完了以后，2个涨停板之后，它是需要出来解释的，对吧？啊，那么360出来发了个公告说，与 DeepSeek 后边的深度求索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和合作，对吧？这个整完了以后。这个大家就觉得说你喊了半天到底在干嘛？所以我在前面想，我说这个攻击 DeepSeek 的这些美国 IP 后边有可能是360吧，但是这个咱们只是说猜测啊，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啊。这个反正他喊得非常非常欢。那么到底什么是国运级的创新呢？对吧？前面我们讲了，让美国啊这个涨了，让中国让美国暴跌，让中国股票暴涨啊这个。而且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好多都是连着出涨停板的这种股票，对吧？这是不是就是国运级的这个创新了呢？我觉得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苗头了。第一个就是 DeepSeek 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统一思想。原来有一大堆的公司研究所都在那做大模型，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3大运营商自己都惦记做自己的大模型，对吧？实际上都是一帮人拿着什么 Llama 呀，拿着这些东西再给它调来调去的。那么现在别费劲了啊，就是我们已经不用再去追究你是不是浪费钱了，是不是把钱揣自己口袋里了。现在有 DeepSeek，大家一起使吧。然后原来那个东西，做的没有 DeepSeek 好，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值得怪罪的地方，对吧？然后这个钱就相当于打水漂就没了，对吧？那么我们就通通都去使用 DeepSeek 就完事了，因为谁用 DeepSeek 谁涨停板啊，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赶快都去用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它划时代了啊！这个国运级的创新一定是要划时代的。原来是各自为战，对吧？大家都在做自己的模型，然后都在互相这个比较、互相踩，说啊，我这个做的比他哪好啊，他那个呢怎么不行？现在没有了，大家都是 DeepSeek 啊，这个做的可好了。我们原来那个啊，这个差一点不丢人，对吧？都变成这样了。那么现在的话，底层用 DeepSeek 没毛病啊，包括像百度李彦宏这样的人，他都把 DeepSeek 部署上去了。而且我原来也碰到过华为的人啊，就是他们那盘古大模型，其实他们也不怎么使，他们在内部其实早就是 DeepSeek， 对吧？所有大厂都装了，从模型逐鹿中原啊，从模型逐鹿中原进化到模型统一了，底层统一了啊，一起搞应用就完事了。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已经在 DeepSeek 这个关卡已经把这步迈过去了。那么它也搅动了国际局势，你说东升西降啊，这个扯淡了啊。这个咱们就开个玩笑啊，美国股市肯定是被搞得动荡不安了一下，
但是这几天在慢慢的修复吧。A 股跟港股呢，正好赶上春节这几天休市，就是最恐慌那段时间，咱们都休息了。然后等开市呢，情绪稳定了，咱们就一起跟着涨就完事了。那么 DeepSeek 之后的这个格局会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国内的六小虎都危险啊，没有哪一个不危险。大家注意，六小虎里头不包括 DeepSeek 啊，因为它原来这个比较低调，排六小虎的时候没给它排进去，对吧？现在都费劲了。原来你有自己的模型，它算是一个竞争上的加分项。现在的话，这个独立模型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吧？原来你有独立模型，还有一个很高的估值，因为我需要很多的钱去做预训练嘛。现在都不用了，大家都是 DeepSeek 了，你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估值？就有这样的问题，对吧？那么以 DeepSeek V3作为基座模型啊，用 DeepSeek R1直接蒸馏微调千问，肯定要比他们自己的模型还好使，对吧？那么原来那些闭源模型还扭扭捏捏的出来说，哎，你想私有化部署吗？我再收你点私有化部署的钱吧。现在 DeepSeek 直接开源免费了，那你还好意思找人收钱吗？对吧？大厂呢可能还会坚持，但这些小厂就六小虎肯定都完蛋了。然后现在各大厂有些呢还会投进去啊，比如说千问，就是阿里的千问，其实还是很有价值的。另外一个就是字节的豆包，对吧？还会继续往前走，但是腾讯的浑源是不是接着做？这个要看了啊。这个盘古，这个叫做华为的盘古大模型，估计也可以休息了。至于百度的文心一言，从开始那天就是个笑话，一直笑到最后。国际上呢，现在各国实际上都在开始进行 DeepSeek 部署啊，全都在干这个事儿。英国说我又行了，对吧？然后这个印度说我也行了，对吧？他们都说我有 DeepSeek，我就可以自主创新了。这个别人一开源，我就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这事不光是咱们中国人干啊，全世界人都是这么干的。有了 DeepSeek 加持的中国软件厂商，也可以去大杀四方了。因为有了基础模型以后，再往后的事情就是卷了，对吧？那卷这个事儿，他们还是卷不过咱们的。很多 AI agent 公司都可以自己训练自己的大模型了，比如说 Perplexity 啊，比如说 Cursor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I agent 公司，现在啊都可以去搞这件事情啊，而且他们都是底层直接挂 DeepSeek。很多的 AI agent 公司有自己模型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买英伟达的显卡，它就可以去这个部署自己的云服务了。对吧？当大家都开始部署自己大模型的时候，就要去买英伟达啊。那你说为什么不去买博通啊？为什么不去买那个 ASK 芯片？大家注意啊，咱们这儿稍微的岔开一点点。咱们平时看到的芯片基本上是三个词啊，一个叫 CISC 的芯片 CSIC 啊，一个呢叫 RISC 啊，叫 CISC 啊，那个叫，然后呢 RISC 叫 RISC。然后呢，这个 ASIC 呢就是 ASIC 啊，这是三个不同的词。博通中间有一段时间涨得很猛，就是因为它做的这种 ASIC 芯片啊，这个做推理效果巨好。那么什么是 ASIC 芯片呢？这个 CISC 芯片是叫做丰富指令集芯片，就是它的指令非常长啊，而且指令很多。RISC 芯片的话，咱们最常见的 RISC 芯片就是 ARM 芯片。咱们的手机芯片都是 RISC 芯片啊，它叫短指令集芯片啊，而且它指令很少。而这个 ASIC 芯片呢，就是 ASIC 这个芯片，它其实不是这个这种固定意义上的这种有 IP 的芯片，它是什么呢？叫专用集成电路啊，这个东西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啊，它不是处理器，它叫专用集成电路。像这个谷歌的 TPU 就属于是 ASIC，然后 Grook 做的那个叫 LPU 是叫 language 处理单元啊，叫语言处理模块，它们呢也是 ASIC 啊，这种东西都是 ASIC。那么博通为什么要涨那么猛啊？博通涨得猛的原因就是谷歌也好，亚马逊也好，自己去做这个专业推理芯片的时候，都是找博通给他们代工设计的啊，设计完了以后再去找这博通代为设计，然后台积电代为生产啊，大家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博通就涨嘛。那么如果大家都集中在一起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使用这个叫做什么，比如阿里云啊，或者是这个
叫做亚马逊云啊、谷歌云、微软云啊，那么他们是有动力去使用 ASIC 芯片的啊。我专门自己去设计一个新的芯片，然后装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去，这样的话我统一来维护，他们有这个动力。但是，一旦分散了啊，说我现在这个部署下来以后，我们已经分散了，你这个部署的是这个 DeepSeek，它部署的 Llama，这个部署的是通义千问，那个部署的是这个微调以后的模型，大家都分散了以后，那就只能用英伟达啊，就没法使用这个 ASIC，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为什么？因为 ASIC 芯片你一旦做出来以后，你需要重新去做适配，重新去做很多兼容性方面的调试，而且做完了以后，你还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这个就是它不稳定，挂上去以后会出问题，对吧？那么为了最大的稳定性，为了最大的兼容性，就通通都是英伟达。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步出来以后，英伟达巨大利好？这就是对于国际上的一些影响吧。那么结论是什么呢？这个 DeepSeek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呢？还记得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吗？其实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啊，瓦特干的事情是什么？叫改良蒸汽机，它提升了效率啊，省了4倍的煤啊，就是原来比如说我需要烧4吨煤能干的活，我现在烧1吨煤就可以干出来了。然后增强了动力啊，原来这个蒸汽机是上下动的，现在它可以啊这个进行转动了啊，这个动力变得很强，而且稳定运行，广泛应用，就是瓦特以后蒸汽机可以广泛应用。瓦特改良蒸汽机被视为工业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那么转过来看 ，DeepSeek 能不能成为像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呢？至少在中国，DeepSeek 肯定是瓦特这样的里程碑了，因为甭管是 OpenAI、Gemini 还是 Cloud，它不给你使啊，对吧？那你只能是使用 DeepSeek。从国际上看的话，还有机会啊，谁呢？就是拉玛4啊。如果今年拉玛4出来，这个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在 DeepSeek 基础上还能再飞跃一次，那可能拉玛4会成为瓦特发明机蒸汽机，或者叫瓦特改进蒸汽机上的那个里程碑。如果拉玛4出来了以后跟 DeepSeek 差不多啊，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说，DeepSeek 就是整个这个AI 革命的这个里程碑了啊，就像当年的瓦特改进蒸汽机那样。闭源模型是没有办法参与这种竞争的啊，这个肯定就不用想了。微软、谷歌他们其实也有开源模型，但都是小模型。微软的模型叫 PHI，对吧？谷歌的模型叫 GEMMA，对吧？这2个模型都是小模型，就是在这个手机啊、PC 上，在这上面使的，他们是没有这种开源大模型。XAI 呢，号称是开源，对吧？但是呢，那就是个假开源，到现在 Grok 2没出来，开源版本没放出来，而且开源出来以后，它什么也不讲，对吧？你上去提任何问题，它不理你，对吧？那就是个假开源。所以现在唯一有可能能够站住这个里程碑位置的人，除了 DeepSeek 之外，剩下就是拉玛了啊！咱们希望杨丽坤也好，扎克伯格也好，再努力努力，多砸一些钱进去，对吧？让大家可以看看美国人能不能站住这个里程碑。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故事，这个DeepSeek 到底是不是国运级的创新啊？从我的角度上来说，从中国角度上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国运级的创新了。好，让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Gemini 2.0表现也不错，貌似没人提。闭源的你提它干嘛？对吧？你折腾了半天，你还是得在谷歌的服务器上使。这个现在有开源的，还不要钱，那你当然用这个了。Gemini 2.0，特别是那个 Gemini 2.0，Flash Lite 有一个这样的版本，它100万 token 大概是0点几美分，0.3美分还是什么，就巨便宜无比。它比这个 DeepSeek 还便宜，但是呢，它的效能要比 DeepSeek 差啊。就是能够达到 DeepSeek V3效能的，应该是 Gemini 2.0 Pro，等于微软、亚马逊把模型部署到自己的服务器，
能降低成本也是好事儿，是啊，对啊，你就直接使他们服务器上不就完了吗？减肥谁减肥了？没有人减肥啊。离线部署，问几个统什么什么的问题试试就知道了啊。这个你不用离线部署，你去用那个叫什么用微软的就行了，或者你用那个 Together 的，你去那个什么就行了。而且就是你去捅人肺管子有意义没有？没什么意义啊。我们的祖先猴子现在在动物园呢，什么意思？Gemini 我觉得可以啊，Gemini 我反正并不常使，就是我有一些特殊的任务必须 Gemini 来做，别人做不好啊，但是普遍的任务我都不使用 Gemini。那猴子的比喻细思极恐，猴子怎么了？每个人点2个赞，每个人只允许点1个赞啊。这个时代还有没有类似盛大创学院这样的组织或者公司在大陆？如果有的话，有没有可能孵化更多像 DeepSeek 这样的项目？盛大创学院其实也不太可能孵化出像 DeepSeek 这样的项目来，这个还是挺难的。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日子都挺难过的，都在降本增效，谁去搞这种玩意儿出来，对吧？这个不太容易了。点2个赞，难怪我这里一直看到点赞数字是79，跳来跳去，直接没有上80。对，就是你点过赞以后再点的话，就把那赞取消了。共和党打错字了啊，是政治正确是难训练到大模型里的。一方面语料不容易筛选，另一方面，很难控制结果。它是这样，就是它也有一部分政治正确的东西。你比如说，反歧视啊，反这种就是暴力啊，这种东西是有的，啊，但是别的其实没有那么多了。而且我觉得国内做大模型之所以便宜，就是它在安全性和检测上应该比美国这些大模型公司花的钱少，对吧？少做了很多测试和少做了很多安全防护。据说本地跑模型就没有道德约束了，不是完全没有啊，但是会宽松很多。这个纹生图他们确实是有很多在本地跑黄图的，这个是有。这个霍利啊，J.H. 霍利是非常右派的，极右的啊。当年1月6号暴民冲击国会的时候，他亲自到现场，还握拳鼓励在场的暴民啊。这人还比较年轻，颜值还不错。哎，但是我看到好像照片觉得挺老的，那就不了解了，可能我看照片看错了。霍利确实是铁右派参议院。我估计这个法案通不过，现在是搁置了，而且我估计就算通过也会有人就这个法案打官司。是的，说错了，这个参议院不是老先生，是个愣头小伙。哎，那我可能是照片看错了啊。手握灌饼，我觉得也是。如果真他娘的通过了，美国的风向就这个不知道要去哪儿了。是的，这个有点太右了。霍利就是美国那啥党的，共和党的。不是说 DeepSeek 在百度投资的楼上吗？楼上楼下，反正确实是一层楼。但是 DeepSeek 这种公司其实很难投资。这个现在确实有人在嘲笑说，你看百度啊，你们投资部跟 DeepSeek 在楼上楼下，你咋不去投资它？在当时 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V3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做过节目，我讲过，就是以我的投资逻辑来说，我也投不了它啊，看着它没法投。第一个，它不缺钱；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做的东西呢，又就是距离最终的结果又太远，对吧？其实怎么说呢？可能有一些像红杉啊这种大基金啊，他们对长期回报比较这个宽容的基金有可能会去投。像我原来做小基金，包括做战略投资都不会去投的。像百度做战略投资更不会去投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事情啊。这个如果投了反而出问题了。不管 DeepSeek 挂在哪里，它都会屏蔽黄赌毒啊。是，
反正这个还是就是基本对齐还是有的。然后黄赌毒由谁来定义，他就会告诉你，啊，这个跟中国法律没关系。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他会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标准吧。提这种法案就是为了博眼球而已，好吧？百度挺神奇的，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对啊，我现在希望看着吧，李彦宏下次出来，怎么往脸上贴个小王八什么的。四代接班人小刘在充值，什么意思？本地部署 DS 让他给你写色情小说，这个其实你本地第一个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讲什么本地部署这个事儿，一定要讲清楚，本地部署的其实是推理模型啊，这个并不是满血模型，因为我们自己的电脑那个，671B 你根本跑不起来，想都不用想，像我的电脑70B 就跑不动了，啊，更别说600多B，根本就跑不动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像我刚才讲的，能够在电脑上跑600多B的，都是那种16块H100那种机器，啊，这个事儿是可以去干的，啊，至于本地写黄色小说这事儿，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模型，有很多这个小一点的模型都可以干。这个本地部署，有很多模型是可以的，这个没什么问题，我都试过，我还真试了一下，效果拔群，百无禁忌。呃，这个反正你去用01万物的那几个模型都挺好的。已经有人写黄色小说了，是的，看错了啊，我用的不是 DS 啊，是魔改千问啊，魔改千问也行，但是千问你直接用是不行的，千问本地部署，你要求它输入这个一些比较擦边的内容，它还是会停止工作的。内容创作行业都已经坐上顺风车了，是的，啊，波兰的，对，我原来是波兰的公司大中华区的 Evangelist，对，是这样。Grook 文生图的时候，就在边生成边审查，一边发现暴露的部位不符合标准，就不再显示那张图片了。但是 Grook 已经算是最松的了。Grook，你比如说我说要画马斯克、画山姆奥特曼、画这个川普，马上就给你画，画的还很像，对吧？但是你要同样的东西，你让 Midjourney 给你画就费点劲，你要让 Grook 让那个什么达利给你画，就直接退出了。Midjourney 就属于画不像，对吧？但是达利就直接退。我现在写企业内部新闻稿都是用大模型写初稿，挺好的，基本改动不大。这不就是内容创作了吗？用来写八股文比一般人还专业。是这样的。我现在拿 DeepSeek R1去写这个 Midjourney 提示词，哇，那效果好的一塌糊涂，真的。这个老周是真的人人喊打，是的，不，他这个事情干的有点过分，对吧？如果你真的去给人提供帮助，帮上忙了，你再去说，你不能你啥也没干呢，然后在这吵吵的那么热闹啊，而且春节连续在那直播说啊，这个有人攻击他了，我们就要去捍卫他，我们就怎么样了，实际上跟他屁关系没有。红衣教主不改大嘴本色啊，这个他反正有点过分。网上见几个 DS 对弈国际象棋战 OpenAI 的各种昏招互有输赢，哎呀，国际象棋这个事儿还是有点难的啊。模型壁垒没了，只剩芯片了。是，未来肯定都是芯片上还是要打一仗的。红衣教主从来没变过，一直是这样。好吧。6-1小龙啊，这个忘了01早早沉默了。这个01也算6小龙之一呗，第一个挂菜的就是他嘛。前面不用忘，我还专门做节目讲过这事儿呢。DeepSeek 能用欧拉玛托管吗？蒸馏模型可以啊，就是我本机部的 DeepSeek R1 32B 就是欧拉玛挂起来的。欧拉玛官网都更新了 DeepSeek 模型，但是，哎，好像是哎，我记得等我看一眼啊。拉玛，我记得是这个。
对，Ollama 是把 DeepSeek R1的671B 也夸上了，这个看你们谁敢把它拉下来试试吧。它是 1.5B、7B、8B、14B、32B、70B，671B 啊，大概是挂了这些。70B 呢，应该是拿 Llama 3，可能是 Llama 3.3去微调的。32B 是千问的，14B 应该也是千问，就是在边下小的应该都是千问的，就是拿这些模型微调出来的。R1、V2都可以啊，V2我还没看到。哎，我查一下，它应该有 DeepSeek 啊，R1、V3也有，就是 DeepSeek V3也是有的671B 的，但是这种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这个显卡，有足够多的显存，你才能挂起来，要不然挂不起来这东西。又牛了啊！是 DeepSeek 比 Llama 好很多，好非常非常多，Llama 还是差挺远的。100万人民币一台服务器，对于中小公司来说还是很吃力的。但是大力云服务商是的，所有云服务商啊，特别是这种提供私有云服务的这些服务商，这次就直接涨停板给你看。千问绑定销售数据，做供应链大模型会很恐怖。R1、SEK 的方法能够帮他大大的降本，是的，绝对是这样的。就是那边那把千问 32K 32B 拿出来调一下，应该非常好使了。据国内自媒体侠客湾评测，5090D 和通用版5090的小规模 AI 训练和推理方面没看出明显的阉割迹象。DeepSeek 降低门槛之后，估计小企业会大量购入5090D，应该不会啊，这个应该不至于。但是我估计 H20啊这种东西买一堆还是可以的。李飞飞呢？李飞飞那故事前面讲完了。这个 DeepSeek 打土豪分田地，最受伤的是美国的 AI 产业。其实我觉得最受伤的是各种闭源的 AI 项目啊，都会比较受伤。今后不得不和其他国家的 AI 公司卷在一起。哎，没有人卷，这个全世界卷这个东西的都是华人啊，这个中国人和美国华人。李飞飞的 S1呢？S1它实际上是个论文，就是它只是探讨了这种方法。它并不会说真的把这个模型发出来让大家去用，对吧？你也可以去用，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我还是不喜欢国运来形容啊，这个身怀利器在中国挺危险的。现在等于是中国身怀利器了，对于全世界都挺危险的。我还是蛮喜欢 ChatGPT 啊，有些地方比 DeepSeek 好。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能力很强，但是你就不喜欢，这是很正常的，对吧？这个人喜不喜欢这件事儿，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无法进行量化和评测的这些这个特点在里头的。所以光靠跑分是不行的啊。怎么在豆瓣上用 DS 啊？这个是要先在 Codes 里边去创建这个智能体，然后呢把智能体输出到豆瓣，然后你可以在豆瓣里用 DS 了。这个是可以干的啊。这个你和教母是发小同学啊，你好厉害。这次是不是要革百度和谷歌的命？是的，他们两家肯定是很痛苦的。是每个人点2次，千万别点2次啊，每个人只能点1次赞，点过了就不要再点了。请教范老师，目前大模型对于传统的 BI 的数据分析，尤其是大量预测数据规则啊，是不是有冲击？肯定会有，这个一定会有的。程序员出身还是不一样，看一圈下来，显然不是一个级别的。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你跟谁比啊。大模型就是让实习生也能够设置数据规则，也能够读懂数据，
冲击来自这里。是的，以后可能很多的就是实习生干这样的活了。获利就是那个问周寿滋，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中国人的参议员？哎，我想想，我怎么没有印象了？我是记得有这么个人，但我想不起来这人长什么样了。不缺钱，不盈利，离终端用户远，不是大的创投都不会看 DS 吧？是的，还有一个特别讨厌什么，就是他有钱。就是对于大的这些创投来说，其实任何创投来说吧，都希望看到没钱的人，对吧？这个各取所需嘛，对吧？你又有钱，你又不求我，那我在上面就没有办法谈任何条件，所以这种就任何创投都可能很难搞定的。美国也有满脑子阶级斗争的政治人物，挺好的，哪儿都有。直播的嘴有时候挺损，没有吧？我觉得还好了。好利来和好未来好像经营范围不太一样啊。对，应该是好未来啊。刚才讲的是好未来。损李彦宏是行业的基础共识啊，这个其实也没有了。李彦宏啊，只是他自己这个叫做招人嘛，对吧？我们原来都讲什么面子是自己挣啊，不对，面子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丢的，对吧？你要想有面子，你一定要别人认可你啊，叫别人给面子。但是丢人呢，都是自己丢的啊，没有人说你啥都没干就上来骂你啊，这个事儿没有意义。老范是什么显卡啊？我现在苹果 M2 Max 啊，它实际上就是统一的芯片。细说本地化部署，本地化其实我不建议大家本地化部署 DeepSeek 这种东西啊，没什么意义。达利直接说侵犯肖像权不出图示了，嗯，这个我是没有4090的啊，我是还有一台有一个3060，我家里我儿子是有一个4070，然后我有3060，然后但是我的主力 CPU 是苹果的 M2 Max，本地部署 DeepSeek R2，千问版自带非常严格的审核 ，Hugging Face 有个灰灰 AI 的 DeepSeek 说没有审查，这种是自己微调过的嘛？其实，你用千问微调出来以后，它肯定是千问会有审查的，这个没有办法的。达利是这样，是的。科技公司囤那么多显卡，不怕迭代过时吗？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啊，就是还是挺矜持的。DS 部署一套全量671B，得一个月几百万成本，是的，就是还是挺贵的。Anything LRM 怎么样啊？我是不爱使这个东西，但是也不好说，因为好长时间不用了，这种系统升级是很快的。我现在一直都是用 DeFi 啊，DIFY 那个东西挺好使的。Ollama 有的 R1我都部署了，你部署的肯定不是671B。DeepSeek 有什么版本吗？不认识。不过我部署的是7B 和14B 啊，我建议你还是部署32B，7B、14B 还是差挺远的。DS 有去道德限制的版本，这个我没用过啊，我没试过。巴卡 H200跑这个是首 token 延迟的10几秒，已经可以了。但是后边的那个 token 是哗哗哗的出，每秒几千个 token 就出来了。我昨天看 Ollama 的更新，动过3秒钟的非分之想，你可以想想还是继续 API 吧，电脑的风扇都转不动了。我在本机是有一些 Ollama 的模型在跑，但是用的不多啊。第一次遇上直播啊，这个还真的是少见。我们这么多直播了，我的笔记本和你的配置一样，能跑 DeepSeek 多大的模型？如果是 M2 Max 32G 的话，跑32B 的是可以跑起来的。红衣主教的360公司蹭 DeepSeek 概念，A 股都涨疯了。对啊，但是你涨停板了以后，你出来解释啊，你到底干嘛了？跑 PD 分离，什么玩意儿？320卡才能保证服务质量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啊。
这个世界得有2个以上的大模型，不然一统江湖以后很麻烦。我觉得我们还是期待拉玛吧，拉玛4啊，现在可能，我们刚刚看到 Gemini 2.0发布，但是我最近这几天还没有很认真的试用。然后呢，这个后面就可以期待 Llama 4和 Grok 3了啊，Grok 3应该这几天也在折腾。是这方面的专家嘛？不能算专家啊，咱还是得稍微谦虚一下。以前的 B 端软件后台管理界面要专门有个业务规则配置管理啊，我知道那个东西，那个很烦的，相当复杂的逻辑。这次有了可以用自己业务问题专门训练的模型，管理软件的架构要变了。这个我估计可能还是要慎重一点。DeepSeek 让老范的直播人数稳稳上升了一个台阶。是的，平时只有200-300人啊。我记得好像春节有一天将近有1000人啊，那天还是挺开心的。点赞3次、5次、7次都行，但是不能是双数，就是反正也只管1次有用啊。风投要有资源，也可以和被投方置换，这个就不是风投了啊，只有这个什么呢？只有这个战投才有资源，风投是没有这些玩意儿的，风投只有钱。老范这次直播吃上 DeepSeek 的红利了啊，是，不，那前面吃红利的时候你都没在。32P 跑不动啊，这个16G 内存不行，你32G 内存是可以跑32P 的，效果还可以的。这个基金涨回来了没？哎，涨回来了，涨回来了，已经又开始盈利了啊。这个硅基流动上有个 Pro 的 DeepSeek 与这个 DeepSeek 有啥区别？我也没搞懂啊。它反正是分2套，有一套是这个DeepSeek，有一套是 DeepSeek Pro。这个它也没有任何解释，所有的文档都一样啊，不知道什么意思。刚跑了14B 太慢，不应该吧？现阶段能配合 DeepSeek 的 AI 画图，哪个最好？其实我看他们很多把 DeepSeek 挂到那个叫什么里头，就是 Confi UI 里去了。但是我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了解。我现在都是用 DeepSeek 生成提示词，直接扔给 Midjourney，哎呀，效果好的真的是一塌糊涂，可开心了。国内的恒瑞医药局说是要在整个公司部署 DeepSeek，还把 DeepSeek 的使用作为部门领导的 KPI 之一。这是不是上市公司啊？想去蹭这个概念股的吧？680在线有刚才有680的啊。2.0 Flash 只是发布到客户端啊 ，Studio 开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现在的话题是它的 Thinking 结合谷歌搜索。如果谷歌能正经点做点接地气的 AI 小应用，它不至于这么悲催。谷歌现在没法整啊！你真的把 Thinking 跟搜索挂在一起的话，那谷歌搜索广告卖给谁去啊？那是占谷歌财报上70%-80%的利润，对吧？那是不能放弃的，所以这个事儿没法整。就是谷歌所有的新的模型都在它的 AI Studio，就是都是给程序员用的。就是这个普通人，你还是要交$20一个月的那个Gemini 订阅，你才可以使用到一些稍微新一点点的模型，最新的都不在那个里头。第一次看老范还是几年前在寻迹那边啊，你看这也好长时间了。当时拉我去寻迹录节目的人，现在都在西班牙呢。用 Midjourney 多少一个月啊？我现在都是，应该是$10一个月吧，因为现在 DeepSeek 的算力淤了啊，不是 DeepSeek，就是那个 Midjourney 的算力淤了，所以呢，它允许我们用那个 Relax，所以它就没有任何限量了，你可以随便画。另外，我看有博主说下载了可以越狱，但是实际后发现还是不能敏感话题。我觉得你就别听人瞎说，这个到底有多少人能布起这个满血版的 DeepSeek，然后上来胡说八道的人，估计拉的都是那个通义千问的版本回来，对吧？就别费劲了。这个恒瑞医药是港股上市公司，那不人家就是准备蹭这一波的嘛。谢老师看老范没想到啊，
这个，哎，这个就不要乱讲啊。请问老范，为什么我的 DeepSeek Ollama 下载了以后打不开？那这我没法给你解决，对吧？我这 Ollama 下载了就打得开，对吧？这个除非就算你把电脑拿来，我也未必能给你解决得了啊。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你的配置，看你的网络环境了。寻迹慢聊啊，在那儿录过2期。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差不多就要到这里啦。好，我刚才看到这个照片了啊，这个叫做 Holly 的照片啊，这个塔主发给我了，确实很年轻啊，很帅的个小伙子，我就不发给大家看了，你们就觉得我很帅就可以了。大家早晚安啊！国内的朋友明天还要上班，哎，明天上班吗？哦，好吧，你像我这种不上班的人就没有这种印象，对吧？明天你们还要上班，努力工作吧。明天我要这个稍微的休息一下。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再见。